我接到很多韓國媒體哈，他們都想來問我，因為他們聽到一句話，三星說他們10年要超越台積電哦。然後我們魏董事長呢就跟他講說做夢，就做夢，又不是去這個 7-11 買這個牛奶。對，結果韓國記者他們就很有興趣來問說，那為什麼魏哲家敢講這個？他其實是有一點犧牲毛利率，但是他要把訂單搶下來。這個毛利率犧牲一點點沒有關係啊，但是我訂單通通拿下來，對，營收成長3-4成、4-5成。這個毛利率少個2-3%有什麼關係？就是黃仁昭講那句話，我不會留任何的食物在桌上。這一句話其實魏哲家也講，我不會給我的敵人任何的機會。如果回到這點就很重要，就是說，如果我還是獨霸3奈米、2奈米，或者接下來的這個先進製程，所以這個部分的話語權跟它這個市場的這個規模，都是由我台積電說了算。那這個才是對台積電最大的保障嘛。在7月16號台積電的法說，我們看到所有數字都非常漂亮，但詭異的是，過去台積電的法說都會帶動一波台股的上揚，可是今年台北季電法說數字還是非常漂亮，可是我看到股市卻呈現下跌。還有一個關鍵就是我們看到台積電的財務長黃仁昭非常難得的主動接受美國媒體的訪問，接受美國媒體訪問的時候，他講到幾個重點，而這幾個重點可能是未來你要去投資台積電或者投資整個 AI 產業非常關鍵的。他說台積電沒有亂投資，他說台積電所有的投資都是根據客戶的需求，而這個客戶的需求都是長期而且結構性的需求。他也提到說，我在美國的設廠的確會造成我的這些營收的這個減損，第一年可能1到2，可能2到3，然後到3到4，但是我長期來講，我會穩固我的市占率。他講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話，就是說我不會留食物在桌上給我的敵人。好，那黃仁昭為什麼要接受美國媒體的訪問？黃仁昭今天在接受這些訪問的時候，他透露了哪些訊息？而我們要怎麼解讀這些訊息？作為一個投資者，或是一個關心台灣產業的人，我們要來怎麼解讀台積電在這一段時間裡面它的擴廠、它的投資，還有它的經營策略？那當然談到這個問題，我今天特別找了我的好朋友、老朋友這個林宏文來跟我們聊一聊，因為他是在台灣長期關注 AI， 也就是對整個台灣 AI 產業最熟悉的媒體人。宏文你好。寶傑哥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宏文，那我們大家今天簡單，我們就先從黃仁昭的這個所謂的專訪。是，過去台積電其實很保守的。對，很少說，我一個人跑出來，然後我跑到美國，然後我接受不是只有一家媒體，我接受 MSNBC， 我接受了路透社，我接受 Bloomberg， 等於是美國所有重要的財經媒體，他都接受訪問咯。對，黃仁昭要想表達什麼東西？還有剛剛講，你是把所有的文章都看得很仔細哦。他為什麼講說未來的結構是一個長期而結構性的需求？第二個更重要的那句關鍵的話是說，我不會留任何的食物給我的敵人。是，好。我覺得他講這些話，接受訪問的確不是那麼常見台積電很少這樣子但是我覺得，因為現在是一個很重要的、非常關鍵的時刻。為什麼？大家知道外面的雜音開始出現嘛？雜音出現什麼？是比如說我們川普大總統呢，還是一直講台灣偷了美國半導體嘛？然後呢，我們的前 Intel 的 CEO 季辛格呢，也不斷在講說台灣很危險嘛，那這些話呢，其實你看到就是說，其實我們聽到這些話都覺得很氣憤，但是你沒有看到台積電有什麼反應啊，但是掌握到機會，掌握到這個法說會，這個這麼關鍵的事，而且那一天這個法說結束，我們台股大跌3000點，對，所以台積電也跟着跌很少見的這種跌，這種跌法，我相信。所有的這些財務長或是企業的 CEO 都需要關注，那他們就出來講，那所以剛剛在講幾件事情，第一個就是說，這個為什麼不留食物給其他人？對，這很關鍵，因為這個時候我說為什麼是關鍵時刻 ，Intel、三星，還有甚至馬斯克的 Terafab， 現在都積極開始在這個處心積慮嘛，想要取代台積電，搶佔這個市場。對，所以你看這個每一家公司。老實講 ，Intel 現在其實財務狀況其實很明顯改善，股價也先上來了，所以它看起來在做這種新的製程的技術的一個調整，看起來也慢慢的步上軌道。好，所以 Intel 看起來會有一點強大那
各位看看三星，它現在滿手都錢，滿手是錢，然後這個記憶體很可能還要再賺到明年後年這樣哈，所以它現金很多，所以它一定會積極的做晶圓代工哦。雖然我們看到它在韓國，這個6月底他們是投資都是記憶體，沒有晶圓代工哈，可是我相信他在美國會很積極哦，因為美國政府就是要把美國重回製造嘛，這些事情他們一定要做到。好，那第一個是剛剛講的，就是說不留食物給其他人，就是我當然要，所以他加碼美國1000億美金嘛。好，那現在接下來就是說 N4、N3、N2， 好，就是4奈米、3奈米、2奈米都會陸續，就是在未來的可能5年內，它就要通通要上線了。哦，所以一定要搶這一塊，而且還要加1000億美金。哦，就是6座廠再加4座廠。對，哦，所以他一定要出來宣示。哦，第二個當然你剛剛講的哈，我覺得一個很關鍵的啦哈，就是說。當然他還講到就是說，美國加1000億美金哦，可是台灣還有13個廠在蓋哦，所以這個台灣不會放鬆的。而且他特別強調說，研發一定在台灣，是一定要在台灣把它研發，而且這個製程成熟之後，我才會向外擴展。對，所以他現在這個是必然的啦，因為他的研發人員都在台灣嘛，哦，他工廠要在研發旁邊一起做哦。那另外一個重點就是說，我覺得關鍵哈，就是說他有講到毛利率，因為毛利率事實上也是那個法說會之後，為什麼股價大跌？很多人就拿說啊，你毛利率掉了，有沒有？被稀釋了，稀釋2%到3%嘛。好，那我覺得這一段話，如果大家仔細去看哈，他的說法哈，你會知道，就是說他其實是有一點犧牲毛利率，但是他要把訂單搶下來，實物要通通搶下來。好，所以大家知道，就是說，對一個公司來講，你丟掉那一整個大餅比較重要，還是說你犧牲一點毛利率比較重要？好，這個毛利率犧牲一點點沒有關係啊，但是我訂單通通拿下來，對，營收成長3-4成、4-5成，這個毛利率少個2-3%有什麼關係？對 CEO 來講，這個是你企業經營，你尤其是因為大家一堆人搶進來，現在就是說訂單太多嘛，所以台積電沒有辦法滿足所有人嘛。所以你看，有很多這些他的台積電的客戶，輝達啦、什麼蘋果啦，每一家都說啊，我們要下一點給 Intel， 下一點給三星，對，那或是對，好，所以因為這個時機點看起來是其他公司要追趕的一個機會，可是台積電要把這樣的機會也把它殺掉，把它卡住。好，那剛剛我還講一個很重要，就是說他說短期內他可能會犧牲2到3%，長期會犧牲3到4%。那台積電現在是67%的毛利率，犧牲4%好了，最多還是60幾%啊。那這個還是對他來講，做一個龍頭企業，這個還是毛利率能夠維繫這樣，但是把市場占下來，這是關鍵嘛。而且大家如果再仔細想想我剛剛講 N4、N3、N2，就4奈米、3奈米、2奈米，它的陸續都要上線。大家知道，就是說美國你就是說你一個工廠，你開始量產，你一定會有很大的折舊。然後產能沒有那麼大的時候，你一定要賠的啦。那所以然後第四就 N4 還沒有完全量產的時候，N3 就要出來了，所以它毛利率又要再犧牲一下。N2 再出來，毛利再犧牲一下，所以這個一定是必經的過程。但是這種毛利的下滑，不是說我整個就是因為我整個產業競爭太激烈，所以一路往下走。它是犧牲短期的，可能也許未來5年的毛利率，可是接下來我要繼續鞏固這個市場，霸佔這個市場，所以我的毛利率還是可以維持。那你如果從這個角度，因為黃仁召的說法就是這樣，他說這個是他們必要的一個措施，他們要這樣子做。那第一個是你真的可以穩住這個市場，完全真的不留一點食物給人家嗎？而第二個就是，那他們想說那記憶體不都大漲了嗎？今天我們看到了美光，我們今天看到了那個 SK 海力士，包括了三星，他們的記憶體竟然都賺的比這個台積電還要來得多，那不是不合理嗎？你是最關鍵的技術，居然你賺的沒有記憶體多，那你為什麼不敢漲？你為什麼不敢漲價呢？那包括這個東西，就像巴菲特講的，巴菲特說他不喜歡買那種一直在投資的，因為你看起來賺很多錢，
可是我賺很多錢，我都去投資啦。他覺得這是一個沒完沒了的事情，所以他曾經去買過一個餅乾店。他說我很喜歡這個餅乾店，因為這個餅乾店已經沒有他賺的就是賺的，他已經沒有什麼樣的一個成本了。那如果是這樣的話，我作為一個投資人，看到台積電這樣子，那我不如去買別的啊。是。沒錯，所以巴菲特的投資邏輯，其實我也很佩服他，他也可以選到很好的標的比如說他2014年買了蘋果，那大家很清楚嘛，2007年蘋果 iPhone 就推出來了，所以2014年那時候大家都已經覺得，蘋果可能成長沒有這麼大了，可是他看的是現金流，看的是獲利，所以2014年到2024年他開始陸續賣出嘛，他現在還有蘋果一些那他賺了4-5倍。所以這個重點是什麼？就是說，他的確他是看這個現金流。那你說最近那個 CSP 那些什麼 Google、亞馬遜那些公司，他們因為大幅的資本支出，他們現金流都掉下來。那所以那個巴菲特就不會看這種公司啦。那台積電的現金流還是維持得很好。大家如果去看他的財報它是一個非常非常穩健非常非常經營非常這個。就是說非常穩健的一個公司。那你剛剛講到了，就是說跟記憶體的比較，然後它不漲價。對啊，這件事情我觀察非常久，因為我實際上我在我的書中也提到，台積電過去的漲價每年它頂多，尤其是新的製程出來，它也不會大幅漲價。那如果是一般的調整它大概都3%、5%這樣子而已。那為什麼記憶體會漲這麼多？尤其是從去年到現在。這個記憶體已經漲了不知道幾倍了啦。那你可以想象，就是說，因為這個是2個完全不同的商業模式。邏輯晶片的情況是，台積電永遠獲利一直在成長啊。那這個，所以他跟他的客戶其實是長線的關係，是真的非常長線的關係。那所以你如果給他漲很多其實客戶會受不了的。那最近最有名的一個例子就是蘋果的庫克出來講說。你們3家記憶體廠怎麼給我漲這麼多害他們這個現在都要漲價那個蘋果的手機要漲1萬塊那這個然後這個美光的財務長就回他說你有沒有搞錯啊？我們之前這個你一直殺我們的價砍到我們都賠錢啊，賠錢我怎麼可能繼續投資？那沒有投資我當然沒有產能啊，現在就是產能缺啊而且 HBM這個很多 CSP 廠都要啊，你蘋果就先擺在後面吧，好，所以我說漲價台積電是很客氣的漲，我覺得他剛剛講說10%那個當然還沒有得到證實。你說明年傳出來說2027年台積電要漲10%，但台積電並沒有說，也沒有確定了但是我覺得一個重點就是說，他對他的客戶你既然是長期的合作關係。我給你尤其是過去其實很缺貨的時候，台積電也不會。其實有2、3線廠商漲價漲得比台積電還要兇的但是你可以去看那些公司當他這個景氣如果沒有那麼缺貨的時候，他們跌價也跌得很快。所以台積電是要做一個長續，然後可以穩定，然後而且跟客戶長期的關係。好，那這個就回來剛剛你講的，就是那投資股票老實講，有很多人就喜歡那種敢漲敢跌的嘛。對，這才有差價。對啊，記憶體可以哇漲個10倍事實上台灣有很多公司也都漲10倍了漲10倍那太好了嘛跌下來那是他家的事，反正我賣掉就好了。可是台積電是一個長期穩健可以一直放的股票。對，所以我每次看到很多人我都在講買台積電，可是所有的投資人都會問我說除了台積電之外，你還有別的建議嗎？對，大家都是不把台積電當作是，因為那就慢慢漲，就不開心嘛，漲得也不夠爽嘛，沒有那種雲霄飛車的感覺。對，可是你看台積我寫書的時候3年前它才500塊它現在已經2400了那接下來我相信刀要彈的丟啊，對，慢慢賺其實會更穩健啊，而且老實說你不用每天，老實說這段時間多少投資人受傷了你看那個被動元件。漲上去，然後又跌下來，有的都腰斬所以你想要去玩這個，那你去玩沒有關係但是台積電作為一個我覺得是護國神山他在那個地方，我覺得投資人我每次講到寶傑哥，我都會想到一件事。你看川普有川普賬戶，對不對？對。他都給他們的
這個年輕人買股票嘛，我覺得台灣其實也要我覺得台灣怎麼會去普發現金呢？你應該把那個錢變成股票賬戶，然後去買，不一定，當然台積電一定要買，可是你可以買0050啊，你就把台灣最好的50家公司買了，然後給他們，我相信這個股票，然後會讓投資人，因為台灣也沒有主權基金啊，這個，所以你應該用這件事情，讓台灣股民很多人都感受到，就跟不要說無感嘛，說共同享受台灣成長的果實。好，那你剛才講的，那就很有趣哦。所以你今天從這個魏哲家的台積電的法說，再到他黃仁昭的這個接受媒體這個訪問，他講的這個經營邏輯是跟一般的不一樣。我要行穩致遠，是啊，行穩致遠的部分就是講，那你講的很有趣啊。台積電剛剛沒談嘛，倒談嘛，起價就追啊。也漲了很多啊，所以這是一個台積電跟其他公司完全不同的邏輯。所以你要去投資台積電，或者你要去理解台積電，你就必須要把台積電這個經營邏輯弄清楚，是嗎？是，沒有錯。我覺得台積電就是說，它不會在每一個 node 就是說，比如說5奈米啦、3奈米、2奈米這樣，就是說你去大幅的漲價。可是呢，它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它新的製程技術推出來之後，它那個售價一定是大漲的。好，比如說現在3奈米。到2奈米今年開始量產嘛，今年年底有到7到8萬片月產能，到2029年要增加到30萬片那3奈米的這個wafer 的售價是2奈米的 1.5 倍，就是多50%啦。對，那到 A18 A16 那可能會是2倍，所以這樣就很清楚了嘛，就是說它的新的製程技術一直在推進，所以它本身新的製程技術已經售價就提高了，對，那不是所謂的我們說的漲價那個記憶體公司是把原來的那個產品大漲這樣子所以這個是不一樣。那台積電因為有不斷在推進新的製程技術這個讓它的營收跟獲利又會大幅的成長，所以這個它只要靠這個就好。對，那為什麼進展到新的製程技術會漲這麼多？那也是因為你資本支出越來越貴啊，然後而且技術難度越來越高啊，研發投入很高，所以你只能做這個事。那我們看到台積電現在的2奈米已經佔它整個營收的3%，3%就3%覺得可能很小，可是3%就代表它的2奈米已經商業化了。已經可以賺錢了。是，你說接下來你比較看好台積電，就是因為它不但是3奈米，它現在2奈米，甚至接下來1.8、1.4這些下去，它的那個獲利才會真正的成長跟爆發。是，你看就是現在外資為什麼估今年 EPS 100，很多估明年130，後年160、170的都有，到2029年就是200以上。所以这個都是估得出來的。當然要估這個的前提就是說，它的對手沒有大量的出來，沒有侵蝕它的這個，那或者是第一個對手有沒有良率大幅的提升，然後產能大幅的擴充。可是我們以現在目前來看因為新的廠一定是2-3年才能建好那你看他們良率都還在那裡，還在苦的那種提升之中然後產能的投資事實上也沒有這麼大啊。我剛剛講就是台積電現在每一個新的製程技術一出來第一年剛剛講的2奈米7-8萬片了嘛，隔年其實就提升到10幾萬片到20萬片所以它的提升速度非常，我覺得重點是經濟規模的這個佔有那其實我們都沒有講到日本那家 Rapidus Rapidus 它2027年才2萬片所以這個是。其實對這個市場的影響不大。他剛剛講了那個食物不給人家吃，就是他可能吃一點餅乾屑這樣子。那其他這個重要的市場都是台積電占下來的。所以洪文講的這個句話就回到你開始講的，就是黃仁昭講那句話，我不會留任何的食物在桌上。這一句話其實魏哲家也講，我不會給我的敵人任何的機會。如果回到這點就很重要，就是說，如果我還是獨霸3奈米。2奈米或者接下來的這個先進製程，所以這個部分的話語權跟它這個市場的這個規模都是由我台積電說了算，那這個才是對台積電最大的保障嘛？是，沒錯我想大家每次講到半導體的這個需求，一定要講到 AI 嘛。那你看到現在 AI 的情況是？為什麼這段時間有一點雜音？就是說，因為 AI 也走到一個感覺，大家都在討論說它又有沒有泡沫了？對。然後那個什麼，它到底能獲利？是那所以這些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前一陣子 Meta 跟 XAI 不是也把他們算力拿出來賣嘛？大家又開始講說，這個是不是產能投資太多了？但是事實上我看到的情況是，你所有的算力往前3大去集中，包括 Anthropic、OpenAI， 還有跟 Google 的 Gemini 嘛，就你往那3大去集中，他們的量規模是大更多。所以剛剛講出來。那個 Meta 跟 XAI 賣出來都是賣給這3家啦。對，那所以你看，就是說，其實的確那個第一梯隊的那個 AI 的大的模型，他們在那裡競爭，他們當然也會分出第2級的跟第1級的。那一樣啊，半導體也一樣啊。你在那裡競爭了半天，其實你現在看出來，那個第2線、第3線的都差很遠，其實是越拉越遠呢。那個老實講，記憶體也是啊。你海力士其實又把三星再拉開一點距離，那美光也在追，可是海力士你看這一次他到美國去掛牌，又募到265億美金，他接下來現金滿手，然後他一定可以做更多的擴充跟更好的研發。所以我自己跑半導體30幾年，我會發現就是說，其實所有的領先公司都是越來越領先，越來越站穩它的位置。那其他人要彎道超車，除非用不同的方式，或者是說在不同的模式，或是不同的機會。AI 我不知道下一步是什麼，然後這個因為 AI 有10年的機會，那這個 AI 看起來這個台積電站穩那個位置，輝達站穩它的位置，那 Anthropic 我相信也會在 AI 的這種應用上面也會站穩。所以這個領先都是越來越加大的。所以為什麼前一陣子我接到很多韓國媒體他們都想來問我，因為他們聽到一句話，因為那個三星說他們10年要超越台積電，然後我們魏董事長呢就跟他講說做夢，就做夢，又不是去這個 7-11 買這個牛奶。對，結果韓國記者他們就很有興趣來問說，那為什麼魏哲家敢講這個？那我老實講，沒錯啊，台積電從來不會講說我記憶體要超越三星嘛，人家的市場你就讓他做嘛，他做得很好嘛，我們不用去想太多。所以張忠謀先生在2000年就退世界先進，就記憶體就不要做了嘛，他已經早就看到這個趨勢，你要追他太難了，太難了。那現在一樣的，我剛剛在講6月底韓國不是投資了快2000兆韓元的這個包括這個記憶體，他投800兆。然後那個 AI 的 data center 跟這個實體 AI， 他投了1000兆。那你去看到，他所有的這些投資資源沒有晶圓代工，所以意思就你也沒有 IC 設計，所以意思就是說他們在鞏固他們原來的市場就好了。鞏固起來就好了，因為這個市場還有很多年可以走嘛，還有很多機會嘛。但是你不要去輕易的去嘗試要去拿別人的食物。我覺得現在很多人都想的吃碗裡都看碗外，看娃娃。這個我覺得這個不見得是對，你只要把你的市場鞏固好，對，那個機會是無窮大的。台積電1987年成立的時候，他怎麼會知道晶圓代工有這麼好的市場？對，可是他就這樣做了快40年了。你想他的創造價值有多大？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focus 在自己能力範圍內，而且做得很好的事情，美國應該也好好做他自己的應用，做他自己的規格的制定，然後新的趨勢的領先，製造不要做了啦。亞洲做得比他好了，他沒有辦法。對。馬斯克講 Terafab， 我是一直都不覺得他會做出成績，因為他沒有辦法好。那另外就是，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抖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製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台積電當然也把握說，我不留失誤給人家，是我一定我對我自己的技術有非常大的一個信心。現在台積電的護城河，它真的已經讓三星跟 Intel 沒有辦法追趕嗎？而且雖然你剛剛講，我雖然放棄了，我沒有去做這個記憶體，可作為 HBM 裡面最關鍵，你要進來先進封裝那個基座，現在是這個三星SK 海力士跟台積電合作，就代表說，雖然台積電沒有進到了記憶體的市場。可是記憶體的裡面 HBM 裡面要封裝到 AI 裡面的那個最核心的連接，現在是台積電來負責。所以大家看到說，未來台積電很重要的是說，它在先進封裝跟這個所謂的這個跟記憶體的這個連接上面，它是越來越重要的了。是沒錯，
其實寶傑哥又講到一個重點了就是說，我們晶圓代工這個實力很強嘛然後往延伸到先進製程，然後延伸到先進封裝嘛那事實上，我們台灣這幾年其實大家沒有討論那麼多，但是我一直覺得台灣的 IC 設計往 ASIC 方向去發展這又是台灣會建立另一個護國神山護國群山的一個重要的一個重點。你說 IC 設計對，那這中間當然是聯發科、創意跟世芯這些公司。那他們做了什麼事情？他們就是說，他們因為台灣有先進製程、先進封裝這樣的優勢，可是呢，設計也本身就可以是一個服務業。它不是像這個很多比如說高通好了，高通就是做手機晶片博通就是做這個網通晶片這樣那你現在一個很大的需求是剛剛講的那個4大 CSP 廠，所有公司都在自己做晶片，對，所以這些大公司不是傳統的 IC 設計公司但是他們呢要得到服務呢，他們也自己做一部分，但是他會外包一部分出来。好，所以這個設計服務這件事情在台灣，全世界也沒有別的地方能夠做這件事了。好，因為他要緊跟着先進製程嘛。好，先進製程旁邊你幫他做先進製程的設計服務，這個就很符合這個整個產業鏈。那台灣做這件事情，韓國做不到，日本做不到，中國呢沒有，大家對他沒有信心。所以這個不信任。所以這個整個台灣。把這一塊再建立起來的時候呢，我覺得這個競爭力是非常強大的。你就會一個拉一個，我先穩住了台積電晶圓代工的霸主地位。那你現在如果要拿到晶片，你必須要跟台積電有好的關係，所以才看到為什麼 Google 它要放棄博通，要去跟聯發科合作，就是聯發科跟台積電的關係遠比你博通要來得更緊密。是，那這個緊密的關係，它又會幫聯發科去發展的它的一個新的護城河。或者一個新的神山，那這個是台灣未來非常難得的機會。而你說這樣的一個加成效果，你就剛剛有提到說，你覺得台積電沒有多久，雖然它現在漲得很慢，有點像的老骨頭啊下呢，可是你說在沒有多久，5000塊是可以看得到的。我想5000塊，我們只要你數學會算然後你這個邏輯清楚那因為它的那個只要時間就是時間到了，它就會到這樣子那 EPS。老實講 ，EPS 你要算當然一定還是要很多前提跟條件啦。競爭對手，我自己看是他們現在的差距是越拉越大。在積極追趕之中，也是會讓你有一點緊張。但是呢，最後呢，情況呢還是我剛剛講的，就是台積電還是可以獨霸這樣的一個市場。那他們呢會需要Intel 其實它真正的 focus 是在。AI 這樣的一個產業裡面，它的產品能不能有競爭力？這一件事情我覺得它到目前為止，因為它這一段時間好，是因為它 CPU 又跟得上來了可是它有沒有？它沒有 GPU 那它也沒有其他的這種在 AI 上面尤其是我們講說 AI 的終端那個接下來的晶片的競爭也是另一個是戰場嘛而 Intel 看起來，我沒有看到說它有在這一塊領域有什麼突破。那三星當然我們剛剛講，它有財務實力。可是就很奇怪就是它的晶圓代工一直都做得沒那麼好。那沒那麼好，我覺得一樣的是商業模式的問題，是客戶信任的問題。對，因為你要跟我競爭，你要把我做代工。好，所以這個是長線的老實講，台積電從創立到現在，它的對手都不是它這種純晶圓代工的廠。都是這種 IDM 轉過來的所以對台積電來講，我覺得這件事情長期得到客戶的信賴，這件事情，輝達黃仁勳會把他接下來5年的新的產品的設計都交給台積電，會跟他一起都交給他了，共同開發，這個是一定的，因為只有台積電讓他最放心嘛，他去找三星，他去找 Intel。其實都是怕的啦，都會防着啦所以我覺得台積電更大的成功是因為得到客戶的信任，所以客戶會把他最好的東西給他。台積電如果有哪裡做得不好客戶也告訴他不會說你告訴，因為你去告訴那個 Intel 或三星搞不好他就改善好了來跟你競爭了。所以這個是我覺得是非常大的差異。那也在最近很多的文章裡面也提到說，不止台積電，因為你之前也提過，台積電不是一個台積電，是一個台積電的整個護國神山群，因為它有，比如說我有很好的光罩，
我有很好的這個所謂的研磨技術，我覺得很多的小台積電24小時不間斷的這樣的配合。那這次到了這個所謂美國去投資，裡面還有一個關鍵是不是只有一個人去，有18家廠商都去了。對，等於成一個聯盟。你說這個對台灣來講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說不是只有台積電整個茁壯起來。那我們看到最近也有很多的公司也是已經茁壯到變成世界級的公司了。沒錯，剛剛你講這個台灣那18家叫德興控股嘛，他們下面有18家公司。但是你如果統計所有的公司前一陣子那個亞利桑那的那個投資的處長他講說有800家公司準備要去美國，那都已經800家是台灣800家台灣的供應鏈要去美國。事實上，其實我相信是有的有的可能就已經去了啊，或者是開始在研究，或者是已經反正就是都在陸續進行之中。那像昨天一個很重要的新聞是環球晶這個跟聯合再生要去美國投資1 GW 的那個這個太陽能的發電站。所以你看就是說台灣一定會大舉過去。那我看到就是說。整個台積電創造出來的，你剛剛講這個它的供應鏈事實上已經有134家在台灣陸續掛牌上市了。那所以台積電不是一個人的武林啦，它的供應鏈、它的生態鏈其實是台灣很重要的一個，我覺得是一個產業轉型升級的一個很重要的那個推動力啦。因為事實上那些130幾家公司他們也有些做的都不是。以前都是比較是做傳統的對，電子業裡面的比較傳統的生意的，面板的啦、PCB 的等等。那他們透過台積電的這樣的一個轉型升級他們其實創造台灣很大的這個產業的發展跟價值。我看到你的文章裡面帶了很多公司，包括像宏淨啦、新應材啦、宋盛，甚至你還特別提到川湖，說怎麼2根鐵棒居然會變成全世界最重要的一家公司？沒錯川湖老實講，他以前是做家具的那個抽屜的那個滑軌嘛那我們以前說燙鼠啦燙鼠的那個滑軌啦。那他2000年他出現一個狀況，他最大的客戶占他大概4-5成的客戶跟他講你要降價3成，不然我不跟你買結果那個老闆就很緊張嘛後來就想說，我們還是轉型吧，所以他們要去做 PC然後去找到 Compaq 那所以就透過這個轉型那這個開始切入到伺服器跟 AI 伺服器，所以它毛利77.7%，這個比台積電還多了10幾%對那還有一個，他原來那個客戶後來很慘，因為他那個抽屜曾經掉下來砸死一個小孩結果那家公司呢後來就在美國下市了。你看這個，所以你看這個安全性很重要，差這麼多，所以你在 AI 伺服器裡面，它其實不是一個很關鍵的零組件它也不是那個金額很高的一個零組件，可是它非常重要。你看那個機櫃更重啊，你如果拿下來真的會砸到人，你真的會受很大的傷。对，所以你看，然後它像類似這樣川湖這樣的例子，就是我剛剛講的傳統產業轉型啊，它本來做家具的可是轉到現在變成輝達一個完全不能夠避開的，它已經佔了將近70%的市占另外有一家叫南俊也是台灣的公司，他們2家就把整個伺服器的滑軌通通占下來了。所以你看這個台灣真的也是很驚奇，讓人很驚奇啦。因為我本來也在好好細說那個滑軌有什麼了不起，為什麼滑軌值這麼大的錢？後來知道說黃仁勳的現在的，特別是 Rubin 那個 Vera Rubin， 他說他那個櫃子已經完全都是插銷式的，所以我那個櫃子要非常穩定，我這樣推進去的時候，你不可以有任何的公差。你不可以有任何公差裡面，我要精準的等於說插入的那個整個孔裡面，你這個水才不會流下，裡面才不會有任何的這個問題。他說那個東西已經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做到的。那你特別提到說台灣現在我們之前有51檔，現在變成41檔的千金股，這很妙是這幾個這還多千金股是根本就是跟着台積電一起起來的，有很多是要跟着台積電一起去美國的。是這些公司哇，真的很多都跟 AI 或是AI 伺服器跟 AI 的晶片有關的那整個大概有70%以上是跟台積電的供應鏈是有關的。對不管設計啊，然後那裡面還有比如說像那個穎威還有那個旺矽他們做什麼？他們做那個探針卡。那探針卡你知道他們在10幾公分見方裡面5公分見方
對，那我上次他們就跟我講，10幾公分見方裡面它有4萬根針，4萬根，你用顯微鏡去看才看得出来，4萬根針在這麼大的這個面積裡面，那為什麼會這樣？因為現在所有的晶片都包在一起嘛，而且都很多顆嘛，然後而且密密麻麻，那個需要探測測試的那個非常多嘛。而且一顆晶片那麼貴，幾萬塊美金所以以前你知道測試以前是比較 low end 的產業可是現在為什麼變得很重要？因為這些晶片本身很貴，所以你測試錯一顆，你就要損失幾萬美金所以對測試的機台，對測試的儀器設備，它就要求很高啊。所以光測試在這裡面至少就10幾家公司從宏晉啊，我剛剛講的穎威啊、旺矽啊、中華精測啊什麼創新服務啊，還有貝利科技啊等等，都是跟測試有關的那所以我說，其實這個黃仁勳站在中間，其實應該魏哲家跟他站在一起啦就是這整個就是台灣產業轉型升級，也是我們現在我們 GDP 要成長10幾%我也不知道現在好像14%嘛對，所以當你 GDP 要成長這樣子的推動，以這麼大的產業。還可以這樣子推動，就是這些公司貢獻的。而且你提到這裡面很多的公司，它其實非常有彈性，非常的靈活，然後他們的這個轉型也是都是台灣的你說跑產業非常好的故事。是沒錯，像有一家公司叫宏晉嘛，宏晉，那家公司以前做電子機電子機的那個 IC 的測試然後他三個創辦人一個做機械的。一個做那個設計軟體的，一個做封測產業的。那他們其實老實講，以前都是做黑手產業可是或者是工具機產業這種產業可是他們因為你知道他剛剛講靈活彈性嘛他們就是因為看到台積電有機會他們就去幫他做。然後呢，他們說他們叫買機台送工程師，就是工程師就是幾乎是駐場的，就是你有問題我就馬上幫你調，幫你解決。那台積電以前它很多國外的設備商才不会有這種服務嘞，它有很多在台灣也不見有工程師，所以他國外要派過來2個禮拜以後啦日本也是這樣就是都要這個沒有辦法得到及時的服務，那他們是用每個小時去算的服務就在你家旁邊所以這個靈活彈性，事實上所有的公司都是這樣貝利也是這樣然後那個做探針卡那些都是這樣，就是都在你旁邊幫你這個及時解決你的難題那這個當然就創造很大的一個產值價值了。好，那黃最後一個問題說，現在大家都會質疑說，現在這個 AI 到底是進入到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時間層，那個整個里程？有人講說它其實已經這個泡沫太大了，有人講說它只有在前面的2局，有人講前面的這個3局。是你怎麼來看待？我們最後就是你怎麼來看待這個 AI？是你跑整個 AI 的新聞，跑整個半導體的新聞，是這麼久的，你怎麼看待這一波的大浪？是我覺得我剛剛講就是說，2022年 ChatGPT 出來年底的時候出來嘛所以我那時候看就是說，我覺得10年的大光景因為我自己跑產業新聞30幾年我就是經歷了從 PC 嘛到手機，然後到這個網路然後再到 AI 那這段過程就是說，幾乎每一個這個大的產業趨勢它都可以持續8年到10年那 AI 這是一個更大的浪潮我覺得剛剛講2022年底嘛所以其實現在真的到第3年第4年而已所以蘇媽會說啊，現在才第3局嘛所以我自己也是覺得這樣。那當然不同的時間點，它會有不同的重要的公司會出現那我們剛剛講。前3局大概就是基礎建設啦也許會到第4局、第5局大概都還是基礎建設，但是後面的會是什麼？會是實體 AI 嘛實體 AI 的應用當然一定會出來那現在不管是電動車，不管自駕車，那或者是機器人，這個一定是接下來長線會發展的那每一波。我覺得其實大家會講那到時候流行的公司是不是就不是台積電？但我要講的就是說，台灣尤其是這些公司它會持續抓到機會。為什麼？因為這些產業它需要的晶片，它需要的這種不管是伺服器或者是零件等等，
都跟台灣脫不了關係。對，因為這些東西會持續的，所以我最近在講一個概念叫渡口哦，就是我去那個巴黎哈坐渡船嘛哈，就你一定要經過它哦，渡口，對，所以台灣在做的事情是這件事哦。這個渡口哈，這個渡船哈，他不会跟那些做生意的人競爭嘛，我就把你送過去，要把它送回來嘛，哦，那你在那邊做生意，你的機會嘛，那台積電不跟那個客戶在做競爭嘛，哈，所以然後這個渡口你很難你用別的方式取代，你要從那個淡水坐到巴黎，你做這個是最快的，好，那另外一個還有一個更重要，就是說哪一些公司起來，哪一些公司下去，哈，其實都不重要，沒有關係，因為渡口還是要經過的，好，台積電老實講，他在 PC， 他在手機，然後到現在 AI。他每一波都抓到啊，因為他只要把基礎的晶圓製造做得非常好的時候，PC 的時代，好 Intel， 不是 Intel， 就是 PC 的年代，有很多做晶片組的都給台積電代工，手機呢也給台積電代工 ，AI 也給台積電代工，所以你所有生意都做得到。那NVIDIA 哪一天下去了，會有另外一家公司，我不知道是誰啦，會起來。如果你要做晶圓的話，你也一樣要經過台積電。那台積電，台灣大部分的公司，這些公司基本上都是在做這件事的。那所以，而且台灣又不是自己做產品啊，所以你不會跟客戶競爭，你跟美國客戶合作的那麼深，所以接下來有什麼新的趨勢？無人機機會是你的，對，機器人機會是你的，那個未來的演進，未來的很多的應用都是你的，那這個我覺得是不需要太擔心。是，好，那今天非常謝謝宏文，就是我覺得就投資台積電，你要了解一家公司，要了解它的這個所謂的投資的邏輯，投資邏輯就心掏了後在給它儲備這紅台，我们就可以穩定的來看待這個世界，不然你就想說，奇怪了，為什麼今天他在這個發表法說之後，他又不漲價，然後會有一些心情上的起起落落？不用，因為你要行穩致遠，你要抓住他的這個哲學，比你今天每天的上上下下來的更重要。非常謝謝宏文今天幫我們來解讀這些事情，謝謝。各位寶傑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對我們的支持，還有您對我們的指教，其實我們都會認真的閱讀，因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們自己反省，我們要自我檢討，甚至我們未來怎麼去調整方向的一個關鍵的因素。所以我們就剛剛講到的，就是你現在的這些留言有什麼留言，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子來的跟觀眾來進行回答。淑君說：“支持寶傑及團隊，你們是最優秀的。”非常謝謝您的肯定。當時講說，我們的節目其實還有很多改進的地方，那這種改進也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工作。聽後X5R他說，政府部門主管機關應該管理一下，堅決不讓中共產品進來台灣。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就是現在大家覺得很難思考的是說，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網購，現在很多的網購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國的網購是這樣直接進來。那你如果說沒有任何的管制，現在很多國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說為什麼我们台灣在這方面沒有管制。你沒有管制，第一個你的品質，第二個你是對台灣的商業、對台灣的產業會不會有傷害，這都是政府應該面對的問題。Rookwood 0222他說，天佑台灣，感謝寶傑，一起保護台灣，台灣人加油。當我們希望說在台灣這塊土地裡面，我們真的好好的守護，好好的來保護這個國家。Karen 說，感謝寶傑哥製作這麼好的節目。其實能夠做這樣的節目，其實是我覺得那是一種福分，那是一種福報，我們會非常珍惜。喂，20110他說他看了正習會那一集，他說只有我覺得鄭麗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嘛。對於鄭麗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們不予置評。立刻他看了川普無視習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說中國與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這樣子比較通順。也就是說，中國跟和平水火不容。其實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實是台灣，我們從來沒有挑釁過對方。好，剛剛講到的，我們非常認真的在做我們的一個工作。其實我們剛剛講到，我從以前我其實沒有任何政黨，那我也不去標榜這個東西，我只告訴你說，我們現在在這塊土地裡面，我在民進黨跑那麼久的時候，我學會一句話：相信台灣，相信人民，相信台灣，相信人民。這是我做這個節目裡面最中心的思想。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抖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製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